体育生重回战场，本以为胜利在望，结果素挪一记黑闪不仅砸向了拉鲁，也砸碎了在场之人的获胜希望。要说虎杖有哪一点实力比五条悟强的话，那就一定是黑闪了。在一切还未发生之前，有人问五条老师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地使出黑闪，五条悟却反问对方：你为什么会觉得黑闪是想用就能用出来的呢？就因为我有六眼吗？其实能不能用黑闪跟有没有六眼没啥太大关系。黑闪是咒力与打击的误差在0.000001秒以内时发生的空间扭曲，不过实际操作并不像说起来这么简单，不然五条悟肯定也能随心所欲打出来了。比如注入咒力打出一发正拳的话，注入的咒力可以分为3种，第一种是强化拳头的咒力，第二种是击打对手的咒力，第3种是负担以上2条的咒力。除了命中的时机以外，这3种咒力的分配比例也关系着能否成功打出黑闪。首先，第3种除了五条悟以外，没有人能正确调节。其次，所需要的混合配比并不是一定的，需要根据当时的环境进行变化，而对手的咒力、自身肉体的状况等因素也会影响成功率，甚至这还不是所有影响因素。五条悟个人还觉得气温和湿度也要算在其中，毕竟黑闪也属于空间层面的问题。总而言之，黑闪的发生条件就没有完全确定的正确答案，而且五条悟在动真格的时候还会将术士融入打击，这样一来的话，就算是他也要凭运气才能打出黑闪，所以他的黑闪连击记录没有娜娜明高。不过论总数的话，肯定还是他高，主要是因为他太强了，每次战斗都速战速决，一场也用不到那么多次黑闪。当然后来不管是连击还是总数都被虎杖给超越了。镜头回到战场上，在和真希单挑的时候，素挪就已经打出过1记黑闪，刚刚那就是第2记了。但真希和虎杖居然都不认识米格尔和拉鲁，只听遗骨说过叫来了2个可能会来的帮手。虎杖已经想到了在五条老师和素挪战斗的时候打出2记黑闪后就恢复了反转术士，杖相同样不认识那2人。不过看真希和虎杖都没说话，那就说明2人是友军，这样的话他们或许可以5个人联手，在素挪恢复反转术士之前一举击溃他。下一秒，杖相和真希同时出击，真希拔刀砍向素挪手臂，杖相则飞起一脚将面前栏杆踢向空中，旁边的虎杖立刻默契的一把抓住，对面的素挪正在躲避真希的无影斩，无暇顾及前面的情况。此时杖相眼神一凛，几乎在虎杖动手的同一时刻窜起跃至素挪头顶，而虎杖竟用栏杆暂时封锁住素挪，将其困在狭窄的空间内。杖相趁机双掌合十，射出一击穿血，血箭直射地面，将水泥板震得碎石迸溅。然而素挪却早在那一瞬间就已经原地起跳来到上方。不过紧接着真希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右侧玻璃门里，直接冲出来举着噬魂刀就捅向素挪心脏，将其摁在墙上。但还没来得及刺入，刀尖就被素挪一把握住。突然真希暗道一声不妙，就感觉到无数斩击铺天盖地袭来，被斩击切断的柱子纷纷坠落，2人就在空中不停地交错纵横，一边躲避落石，一边不忘互相进攻。杖相看得目瞪口呆，那是什么动作？居然能在空中奔走移动。此时素挪露出愉悦笑容，同时紧握的拳头已经被咒力包裹，黑色的火花在他出拳的一刹那四射，直面黑闪的真希瞬间飞出，撞碎玻璃门。第3发黑闪也是真希的身体中的第2发，还没等他倒地，趁他病要他命的斩击就从4面8方同时袭来。这次真希没有多余的力量躲避，甚至普通斩击的输出也上升了，他口吐鲜血，面露不甘。素挪则继续维持着斩击的手势，没注意到身后几个小血点正悄然聚拢。别忘了还有欧尼酱呢。杖相发动超新星一举爆破，万万没想到斩击依旧从烟尘中飞出，还没等杖相做出反应，比斩击更快的素挪已经抵达他的身后，一把拽住杖相的衣服。杖相心中大汗，比他挥射出的斩击还快速地绕到了我的背后。下一秒，人就已经被素挪重重甩到墙上，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他的心头。嗖，话音未落，黑闪
闪就已经伴随着黑色火花砸落在他腹部。不过张相即使在那里凝结了血铠甲，即便如此也还是喷出一口鲜血。素挪也有些惊讶，这发黑闪的伤害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。就在这时，一记重拳直接砸向他的侧脸，紧接着庞大身躯就被打得连连后退。这就是体育生的实力，出拳的人正是终于加入了战场的虎杖。张相想起来，就算素挪能通过黑闪提升状态，挨了幽人的攻击，他的咒力输出和对身体的控制还是会变得迟钝。于是他将自己的某样东西交托给虎杖。幽人用这个，虎杖接下了欧尼酱的托付。另一边，米格尔将重伤的拉鲁从废墟里扒了出来，他俩已经上了，可是打不过就会送死。米格尔觉得已经够了，他们应该撤退了，却被拉鲁拒绝，表示还有事情没做完呢。而虎杖和素挪已经展开了拳拳到肉的近身搏斗。虎杖一手抓住素挪的头发，同时屈膝想对准下巴来一记七顶，但素挪用2条断臂抵挡，还对准虎杖挥出一拳。虎杖躲避不及，仰躺着倒下，眼疾手快用双臂勾住了素挪的脖子，素挪也被他压得弯了腰。紧接着虎杖双掌合十，对准素挪的山根。不远处的张相靠坐在墙边，担忧弟弟的白脸还不熟练，叹了口气，真不叫人省心。与此同时，虎杖已经使出了穿血，素挪的下巴被血剑擦中，瞬间爆出鲜血。不过素挪也速度极快地甩出一记斩击，虎杖的脸同样也被切得鲜血淋漓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两人迅速拉开距离，脸上都不好看，而虎杖的表情更是沉如鬼神，一手张开，一手握拳，脸上带着想要将素挪斩杀的坚定。反倒是素挪的表情有些凝重。在涩谷的时候，真人从虎杖身上预感到了黑闪，此时此刻素挪也有着同样的感受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的眼睛里竟然出现了小爱心，并且无法把视线从身后那个术士身上挪开。身后有些距离的天桥上，拉鲁正被米格尔搀扶着站在那里，他的手牢牢抓住了素挪的目光，让他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虎杖身上。原来心身掌握能抓住的不仅仅是肉体，连这种抽象的感觉都能操控。拉鲁直接下命令，看这边，只要是抓住过一次的对手，就能够抓住他的心。没错，拉鲁抓住了素挪的心。而在素挪的视线被拉鲁转移的时候，虎杖那伴随着黑色火花的拳头就已经紧随而至。黑闪，素挪结实的肉体被重重砸在墙上，黑闪激发了他的潜能。在飘散的黑色火花之中，虎杖幽人觉醒了。原来黑色火花不仅预示着不祥，也同样闪耀着希望之光。觉醒后的虎子又将带来怎样的表现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